Hello， 大家好，我是杨蒙恩啊。那个，我之前是个，我刚刚表演了一个忘词儿，好是吧？没有，因为前面刚连的忘词儿，然后在我后面后台的时候我特别的紧张，然后我说语气传染，我不如先得吧，我说是。其实这样，今天聊一下我之前的一些生活。我之前是跳街舞的，有人看不出来是吗？你这样能看出来了吗？是吧？来一个，这是这现在我最高水平了，不好意思。其实这样，我很早，我是08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去跳街舞了。08年跳街舞是个非常前卫的事情。08年，王一博甚至都不是练习生呢，王一博就是个小学生。而且那时候全内蒙更没有几个人知道街舞是什么。那时候有几个年轻人在我们那公园那空地里面跳舞、翻跟头，然后各种转，围了一圈大爷大妈在那儿看，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后来越传越邪乎，说公园里面耍猴的没带猴，能自己练。我就在那种情况下去跳的街舞，然后我们包头唯一一个街舞团叫精武门，非常的中二。就他虽然已经把那个武术的武改成了舞蹈的舞。但是我还是无法接受精武门里面跳爵士。我啪一走进精武门，所有人就在这儿，然后老师一边跳一边教，说想象你们再开一台车。我说你开什么？我说你开什么车让你这么开？你坐方向盘上了吧？你说我本来不想学，后来呢，讲完课之后，老师给我看了一个世界街舞大赛的视频，放完之后，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是世界最牛的街舞比赛。那这里面有日本人，有韩国人，有美国人。就是没有我们中国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中国人接触街舞实在太晚了，老师们再怎么练也比不过他们了。但你真的赶上好时候了，老师相信你从现在开始练，有朝一日一定能代表我们打败日本人、打败美国人、打败韩国人。我当时16岁的我听得热血沸腾，脑子里面已经出画面了。在一群外国高手的围攻之下，我一个托马斯全旋720转体完美落地，全场起立沸腾。主持人都激动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中国人。”这个时候，老师问说：“现在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跳街舞了吗？”我说：“为国争光。”他说：“没错，这边交钱。”我发现我们真的很爱打外国人，真的。如果一个综艺干不下去的话，我们就找几个外国明星过来唱歌比赛，然后赢他们，是吧？我跟你说，我当时学街舞那个心情，就是那英那年那个表情包，就是我要洋人死。结果过2天，舞团请来了一个外国的麦克老师，给我们上大师班，我又交了3000。我最后临走之前，我终于鼓起勇气，我跟他说了一句英文，我说 I will defeat you in your country。麦克老师也回了我一句中文，他说，其实我是中国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我的爱国心就被利用了，而且我回想起来，发现我最开始想跳街舞，不是想要为国争光，我当时就想吸引女生。但是我太幼稚了，我发现跳街舞其实根本不能吸引女生。那时候上高中，没有几个女孩喜欢跳街舞的。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你男朋友是跳街舞的，你怎么跟别人介绍他？啊，别人一说啊，我男朋友学习好，年级前3，我男朋友体育生，校100米记录，到你了，我男朋友能用脑袋在地上转10圈，你男朋友只腌陀螺吧，那么厉害转。我当时就是那个陀螺，我练头转练得非常厉害，他们甚至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我钻地龙。我觉得不够酷，还起了个英文名叫钻地 dragon， 钻地 dragon 就是拼音钻地 dragon。然后我本来还觉得挺酷的，后来直到有一回我去外地参加那个街舞比赛，他那个比赛是他介绍选手上场的时候，他是把你来自哪里和你的外号连的一起介绍出来。我刚说我家乡是包头市，我当时下面已经很唏嘘了，我说包头钻地龙，我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愚蠢呀？结果我没想到那个 DJ 比我想象中还要愚蠢，他操的时尚又浑厚的口音开始介绍我说，接下来这位选手是包着头的钻地龙。后来我们学校也不让我跳街舞了，不是因为我捣乱或者不学习，是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突然下发了一个文件，叫校园安全月全区杀马特整顿大行动，规定每个学校必须抓几个杀马特。
但我们学校没有杀马特。教导主任就说：“把那个钻地龙给我找过来，把钻地龙找过来。”他揪着我说：“你是杀马特。”我说：“我不是杀马特。”他说：“你就是杀马特。”我说：“你凭什么说我是杀马特？”他说：“你把你的左眼露出来，再跟我说话。”后来教导主任就跟我说：“我现在不管你到底是不是杀马特，我们只按照上面的要求办事儿。这个学校从此以后就不能有街舞。”我的天，太严格了！小小年纪我就感受到什么叫教务处通知一下来，我们社团就没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高3了，然后我就去舞团，我说我就不跳街舞，我要去考大学了。然后我离开街舞团那天，当时跟我一起跳街舞那些孩子们都非常的难过，然后他们含着泪问我说：“杨蒙恩，你真的不跳街舞了吗？你不跳街舞了，那中国街舞怎么办？”我说这么重要吗？我说我对中国街舞这么重要吗？中国街舞不能等我2年吗？还是怎么着？中国街舞也不招本科啊？就算以后街舞跳再厉害，满天飞各种转，一小心啪，学位证掉地上了。中国街舞界一片唏嘘，哎呀，这个大学生呀，这是。中国街舞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失去了我这个本科生。但中国街舞现在有很多世界冠军，所以我想说，爱国不是你一定要赢谁，就是我们只要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儿，就可以为国争光。谢谢大家，我是杨蒙恩。大家好，我是杨蒙恩。终于回来上节目了，太帅了！谢谢，就等这句话，谢谢。真的，不然我现在每天打开小某书，他在那儿给我推荐，猜你想搜，杨蒙恩去哪儿了？我跟你说，人一旦从网上消失了之后，别人就会觉得你出了什么问题。我还收到那网友啊发私信关心我说：“蒙恩，看你好久没有发微博了，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我是《再见爱人》导演组的导演，有没有兴趣？我说 OK。朋友们，我这2年什么都没有发生，真的没有任何事。我这2年一直在准备出国留学。我去年1整年我都在学英语，然后考了托福，然后年底成功报考了纽约大学电影系的研究生。厉害吧，厉害吧？但是我没考上，我没考上，给我干懵了，知道吗？他们跟我说我分不够，我说我以为明星上大学不要分啊。开玩笑，我不是明星啊。是的，我面试的时候我还跟他们假装谦虚呢。我想说我自己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我说 I'm a little famous。下来一复盘，果然英语没写好。英语里面little 是有一点儿 ，little 是几乎一点都没有。哎，我还跟人要奖学金呢，我奖学金我也不会说。I want you give me money. Give me money. I need money. I need money. 我这个面试总结下来就4个字儿：敲诈勒索。人那边也纳闷呢，说：“哎，今天面试一小伙子，一点名气都没有，还跟我说觉得自己巨牛。”我当时就不应该跟这些老外谦虚。我看 I'm little, I'm superstar, icon, influencer, 爱奇艺 SVIP 会员，是吧？只要我愿意为这个面试结果，我可以抢先看。我跟你说，我也就在现场这样讲，知道吧？这个段子能播了以后，你们看吧，那些 VIP 们呢，肯定在那发弹幕呢，什么 famous 是形容词，不能跟在 a little 的后面。就你们英语好的，就你们英语好。他急了，我就是急了。我刚跟弹幕吵了个架，不好意思。我就是喜欢把事儿想太美了，你知道吗？但是说实话，我当时退圈的时候，我都想好怎么复出了。我就想，我沉浸2年之后，在微博突然发一条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我就云淡风轻的3个字：纽约见。到时候，纽约大学3大校友，泰勒·斯威夫特、李安、杨蒙恩。
我都差点给李安发私信，我说学长，咱们学校在哪儿买脸盆呀？我对我的自己的认知产生了非常大的偏差，你知道吗？我以为我能达到的效果就是那种厚积薄发、带着梦想冲出枷锁的大龄流子。但实际上的我就那种每年高考里面新人文人物，是吧？六旬老汉第18次参加高考，喜得176分。最后大家佩服，都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什么耀眼的成绩，大家就是纯惊叹，这老登还有气儿学呢。当初还有人给我建议，就说你直播呀，你记录考研过程肯定有流量。我就是怕打脸，我就是怕我在每天直播奋斗考研背单词，然后第2天回来，请问脱口秀大会在哪儿报名啊？其实这个我考研失败的段子，在我决定考研第1天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回来了，但节目不在了。我真的回来以后，我朋友们跟我吃饭呢，聊的都是我熟悉的人和事儿，他用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词儿。现在主要俩节目，一个拖沓，一个喜单。我说拖沓喜单啊，这俩节目一个鹅的，一个桃的。我说，鹅的桃的。我努力听懂他们说话的样子，就像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我跟他们说的话也像刚放出来的。他们说：“蒙恩，你到底上哪个？”我说：“少废话，这2个哪个来钱快啊？”I need money。然后他们给我讲这2年行业有多激烈，对吧？有人塌房了，有人聊粉丝被爆了，有人被女友锤了，然后女性主义脱口秀遍地开花了。我听起来就感觉脱口秀这2年的发展好像就是女演员一直在上桌，男演员一直在上炕。真的，之前还有网友给我发私信说：“蒙恩，我觉得现在有些女脱口秀演员硬上价值，你能不能出来吐槽吐槽这个事儿呀？”我说：“你让我吐槽什么呀？你先把那些男演员从炕上拽下来呀！”这个没有影射同行的意思，就是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杨丽还问我说：“杨哥，这2年你发生的事儿，你就一点儿也不知道吗？”我说：“对呀，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了学英语，我关了朋友圈，我卸载了微博，然后一切社交软件我都远离，避免打扰。”他听完之后，他都惊呆了。他说：“天哪，就这都没考上吗？”但是我拿到了另一所大学的 offer， 我还是有学上，然后我今年还是决定出去上学。然后他们问我为啥一定要出国，我说我想主持奥斯卡，我想把脱口秀带到国外。王建国说脱口秀不就是我们带回国内的吗？然后说这玩意儿带回来才几年，你又往出带，你没事你当脱口秀干啥？咋的了？语言类节目不加关税啊？然后我在开放麦突然练的，就是双方谈妥了。我说打这么半天，把我段子给我打飞了，是吧？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大象冰箱理论，就是不管你想干什么事儿，别多想，你只计划3步：学英语、去美国、主持奥斯卡，就是这样的。别听那些有逻辑的跟你说，哎，这不可能，怎么样。我说把大象放冰箱里需要3步，他跟你说哪有那么大冰箱呀？这需要多少电荷呀？他觉得他自己有逻辑，但他也不想想我去哪儿找大象啊？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你实现梦想才是成功，但我自己觉得就是，当我去追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成功了。虽然最后没有成为李安导演的校友，还是有些遗憾。但是，李安导演你放心。以后我去纽约买脸盆，
我指定还找你。谢谢大家，我是杨蒙恩。大家好，我是杨蒙恩。真的很开心回来录节目，因为我现在真的发现，还是脱口秀的舞台最适合我。因为只有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才会有人觉得我帅。不，你们现在说不觉得有点晚了吗？不是图你们这个。你们有人知道我前2年客串了个仙侠剧吗？如果你们知道，你们就假装不知道好不好？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永远不要知道。那个剧其实一点也不火，但它真的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那个剧上的唯一一个热搜还跟我有关，叫“才发现杨蒙恩这么难看”。我看到那热搜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难过，我很难过。然后我老婆还安慰我说：“哎，你别难过，你别难过，你往好处想。你看，他们才发现。”徐志胜当年一上台，他们就发现了。我想说的是，我和志胜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徐志胜是丑，我是难看。你们能分清那个丑和难看之间那个细微的差别吗？就是难看是很多人很难看，你一看他难看，你再也不想看了。丑是一个，哦哟好丑，但你忍不住还想看。一边看你都一边琢磨，怎么能长这么丑呢？我这样说，我不是在嘲讽人家志胜长相的意思，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恰恰说明了，丑也是一种好看，但难看彻底就是难看了。你们想想，就是那个古代唱戏的里面有生旦净末丑，有丑角儿，但是没有难看角儿，难看的成不了角儿。其实我很清楚，就是我这种长相，我在古装剧里我只配演什么样的角色，就是我只配演那种《三国演义》里面，曹操说，关羽在城外叫嚣，谁敢一战？我说，末将愿意前往，你知道吗？然后下一个镜头就关羽提着我的手机回去了，你知道吗？打战鼓呢，在这个就是。而且，人真的是你要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你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我原来看仙侠剧的时候，我的嘴很恶毒的。但凡那个男主角脸长了一点，我盯着手机我就骂。我说你个丑货啊！你修仙光修下巴呀，是吧？然后我们前2天我们又看了一个仙侠剧，我老婆指着其中一个男演员就说：“哎呦，他长成这样也好意思出来演戏？”我跟他说：“他也不容易呀。”你知道他现在有多难过吗？他怎么知道上了电视之后那么难看呀？从小到大，他的妈妈也一定一直叫他大帅哥。真的，没有一个仙侠剧啊，不是，他是没有一个母亲会觉得自己的儿子难看的。但那个仙侠剧把我妈击穿了。我妈看的那个热搜，从愤怒到妥协，只用了3句话。第一句是：“哎，现在网友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呀？”第2句是：“蒙恩多帅，那蒙恩多帅啊！”第3句是：“这个妆好像就是有点问题啊。”然后我之前还刷了一个短视频，那个短视频就是在讲什么是凡族长相。他就说，如果有的人这个眉骨高、颧骨大、下巴后缩，这就是凡族，就大概就长这样。
看的就。是，这有什么好啊？你没见过山顶洞人是吧？这真的就那个视频，它就这样，他那个视频还专门配了一个就是北京猿人就历史课本那个图。说实话，我看着那个图，我从来没那么觉得，我根本不是什么内蒙人，我老家就在北京周口店，是吧？而且你们知道，就是北京王府井那个地铁站那个下面有个古人类文化博物馆。我以前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每次都过去都想转一转。我一开始以为说我喜欢历史，我现在明白了，就是乡愁。而且我发现，就是男女就对待这种视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就我老婆看完之后，她给我发了一个上海9院的挂号链接，她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整形医院，说要不要去垫垫下巴啥的。就她就这样，就说别人说的哪儿不好，她就想改。我才不是这样的，我不是。我点开那个视频，然后在下面评论，我说对呀，没错，长成这样，因为我是你祖宗。你知道，就是其实我这么生气，也不光是因为他说我长得反祖，是因为那个视频的标题是“警惕”，你身边有这样长相的人，因为长成这样的人，小脑发育不健全，所以他冲动、易怒、会报复，然后后面跟了一堆杀人犯的照片，就是他就是对我这种长相的一个全方位的否定，就是说我这种人就是长得差，小脑差，脾气还差，我感觉我就是徐志胜小家和翟佳宁的结合体。但是如果你长得帅的话，什么问题都没有，就不管你干什么事儿，别人都不会挑你的毛病，对吧？是吧？你们还记不记得去年美国有一个大帅哥，枪杀了一个 CEO？你们看看你们这个反应，你们啊，一定不是因为他杀了人吧？他因为帅，然后他就火遍了全球，所有媒体都在争相报道他，就在讨论他的家庭背景，然后他的社会背景、他的工作背景、他的教育背景，就是核心就是在发问，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把一个大帅哥逼得去杀人，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他杀人是因为保险行业坑人，社会不公。哎，他要是长成我这样，他们还会这么说吗？不会的，他们只会说他杀人，因为他眉骨高，颧骨大，下巴后缩，所以易怒，走在路上想 biang biang 来2枪。为什么要来2枪？因为我小脑发育不健全啊。第1枪瞄不准，这样。根本不会有人在乎我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也不会有人讨论我的 OOTD。我的照片只会被那些自媒体截图做成短视频，然后标题是“警惕你身边有这样长相的人”。谢谢大家，我是杨文。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还是脱口秀的舞台好啊！我也不敢演线下剧了，现在。那张照片不会突然出现吧？特别压力特别大，最近因为一直在比赛嘛，我确实还是压力挺大的。我就去刷我上一季的高光时刻，解压，压力更大了。因为有一条视频点赞特别高，但热评第1，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有人放了一张我的丑照。没有比杨哥那张好多少。说他其实长这样，好多人帮我说话怼他，那咋了？关你啥事啊？人好笑不就行了吗？好像没有安慰到我什么呀。但我好好打扮一下吧，也有人不满意，说忘本了，好看了不好笑了。咋了？是粉底把笑点盖住了吗？他说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业务能力，不然你再打扮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美女。我仔细想了一下，未尝不可呀。大家好，我是杨文。
谢，真的谢谢你们，而且你们真的辛苦了。我洞房都没闹这么晚。我说前2天刚办完婚礼，那个婚礼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杨温结婚，大半个脱口秀圈都没来，就不是我人缘不好，就是现在圈子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把程璐和建国请过去了。你知道现在这2边节目打得如火如荼，我把双方各自的总编剧叫到草原上喝酒唱歌，因为我的婚礼双方停战3天。他们现在叫我脱口秀和亲大使，但其实我不是太喜欢这个称号，因为我那个草原婚礼我自己设计的，我就骑马入场，我觉得特别帅，结果到他们嘴里说蒙恩出塞。那个马真的非常难控制，我上马之前，教练特意交代说，记住了，他是畜生，你要征服他。说实话，我当时没听进去。马听进去了。打我开始上去之后，他就试图在征服我。因为那个新娘的马新娘的马特别好，但我那个马特别躁动。新娘的马走起路来就很优雅的完成工作，他就这样。我那匹马就是这样。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你知道吗？他颠得特别开心，然后我在那个马背上，我就开始这样。小北看见了说：“快快快，杨温在给马打气儿。”我。结束之后，所有人都在夸那匹马，他们说：“这个浩瀚的马子，你威武雄壮。”其实开始筹备婚礼之后呢，就是有很多那种落后的婚俗，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比如说结婚那天一定要穿那个红秋衣、红秋裤，还有红袜子。就咱们难看就不说了，如果你的老公是个光头，我真的诚心建议不要这么穿，因为从远处看，真的很像刚扒了皮儿的火腿肠。然后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很扯的说法，就是说新郎去娶亲不能带姑姑，然后新娘他们送亲，姨妈们不能去。知道为什么？因为姑姑的谐音是孤，婚后会孤独；姨的谐音是姨，你俩会猜疑。这是不是有点太扯了啊？太扯！就是照这个逻辑，我就想说，谁能去？叔叔不能去，因为日子会过叔；大伯不能去，你俩会闹掰；姐姐不能去，解开了新人的姻缘；哥哥不能去，他会放了爱情的鸽子。是吧？这个习俗的核心就是你家要有个王建国，你结婚全家别出门。王建国自己结婚都不能去呢，因为家有王建国，日子往见过。所以我当时跟婚庆聊的第一条就是拿掉所有和谐音梗有关的习俗。但我所有东西我都拿掉了，但只有一个拿不掉，就是那个早生贵子。我妈非要在那个床上就要放那个干枣、花生、桂圆、瓜子儿。说实话，我俩领证3年半了，一直没孩子，是因为床头忘放干果了吗？我们之所以不生贵子，就是因为生子很贵。我不想生贵子，我就想生个贫子。我不想我的孩子从小就是弹钢琴、学骑马，然后打少儿高尔夫。我就希望我的孩子每天拿个烂矿泉水瓶跟我说：“爸爸，爸爸，看我刚抓的毛毛虫。”我会很开心地说：“哎呦喂，好孩子，你的快乐真给爸爸省心。哎，爸爸那儿还有一棵树，哎呦，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真机灵。这孩子长大一定是当啄木鸟的料。”然后我也很不明白，就是那个结婚为什么要请那个车队，一堆车，然后他们跟我说：“啊，这样接亲的话就是那个非常的气派风光。”我说我不觉得。因为你去接亲的车越贵，越说明那个车不是你的。因为没有哪位劳斯莱斯幻影的车主住在新营房2号胡同3单元502。霸道的王总办了一天婚礼，累的晚上终于坐了他的劳斯莱斯，仰望着星空顶，
缓缓地回到了他家楼下，走了进去。哼！喂，小刘，1楼的感应灯记得修一下。我绝不允许我的女人在楼道里跺脚2次。所以就是我觉得一场好的婚礼，你就应该拿掉所有和你没关系的繁文缛节，然后留下真正对你们有意义的事情，比如随份子。随份子这个事儿真的是，我随的是我觉得我说这人情社会的文化糟粕必须废除。收礼那天这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了，谁敢不从？然后我以前参加婚礼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只去，不给钱，他们会不会发现这个事儿？这次结了明白了，一定会发现，因为不然你们以为洞房花烛夜，一对新人关了门之后会干什么？当然是对账了。不仅对账，我们还得验算。验算的时候，我俩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俩这么般配了。因为以100为单位的纯加法，2个人算3遍都算不出一样的数来。但是那天晚上非常的开心，那天晚上我们都听到了最悦耳的来自父母的指责。我老丈人晚上在吼我们说：“你俩数钱小点声。”最后，当我们终于忙完了一切，然后精疲力尽的躺了下来之后，刘佩玉含情脉脉的看着我说：“要不咱俩再数一遍？”我真的当时我一个蹬就我就起来，我掏出计算器，我说就等你这句话呢嘛，归零归零归零。这个我想说就是这个世界上，到底懂不懂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懂你的人在身边。我们俩都知道，就是婚姻不一定会让人变得更幸福，但数钱可以。谢谢大家，我是张欢。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洋哈，然后大家也知道我最近一直在录2个综艺，然后北京一个，上海一个，所以基本上就是来回飞。你知道飞多了之后，你会就是产生很多的见识，我长了很多的见识。比如说我第一次在飞机上遇到经济舱的金卡会员，各位有遇到过这种金卡会员吗？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很惊讶，我说金卡，这得多尊贵啊！这不得一会儿空姐跑过来说：“李先生你好，你是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一会儿咱们还是老规矩，飞机起飞之后您来开，其他乘客把安全带系好。我们李先生喜欢转圈飞啊。”想的是这种。你知道金卡会员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吗？什么都没有。他唯一享受的待遇就是空姐会过来告诉他所有人都知道的消息，然后跑过来，就这消息跑过来之后，目光如炬盯着李先生，炯炯有神。生怕瞟我一眼，然后让我把尊贵感给偷了。盯着李先生，李先生您好，你是我们航空公司尊贵的金卡会员，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9点降落在首都机场，地面温度23度。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我就先走了。他就走了。我说这有啥尊贵的呀？李先生也很局促，我心这就是金卡吗？对吧？也不尊贵呀。我心想这得帮帮李先生啊。我就在那儿坐着坐着，突然说。几点到啊？这不知道时间坐过了怎么办呀？地面温度多少度啊？手里的外套穿不穿呀？穿不穿呀？李先生明显腰都直了，说可以穿。然后关键是就这么点信息，他还生怕我听到。空姐跑过来就跟那个特务接头似的，跑过来说：“李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贵的金。”李先生，您往这边念。您是我们尊贵的金。李先生，您是我们。李先生，我给您写下来。要命了！其实我吐槽这个金卡也吐槽了一小段时间了，然后前2天遭到了报应，各位。我坐飞机太多了。我升级为国航尊贵的金卡会员了。我在飞机上待着，离老远空姐就要过来，我说别过来，别过来。空姐说刘先生，我说 no。空
有任何消息我都及时给大家分享。听完了说19点到啊，各位，首都机场，我恨不得给空姐捧哏来缓解这种尴尬。空姐说一句我捧一句，也没那么尴尬。跟你说，刘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我呀，我们的飞机19点降落首都机场，没听说过。如果您没有别的问题，怎么着呢？我就先走了，去你的吧！这还是我办过的比较尊贵的卡了。我办过最不划算的一张卡，是我去一个景区，说是景区，实际上就是一座山；说是一座山，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土坡。那山有多高？那山就300米高，各位，300米，你知道什么概念吗？300米，苏炳添登顶只需要27秒。就这么个小破山，然后收100多块钱，然后服务员问你要不要加80块钱升级为我们的畅玩 VIP 套餐体验卡。我说那我当然要畅玩卡，然后我就升级了，花了80块钱。你知道畅玩卡唯一能畅玩的，就是他们在山顶上有一个玻璃栈道。你见过玻璃栈道吧？2个小土坡之间弄一个玻璃板子，你走在上面说 pass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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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么个破玩意儿，你说玩不玩？当然玩，80块钱白花了。我就玩，但是问题是，各位，我有严重的恐高症，我站在上面一步都舍不得走。别人说是80块钱这么心疼吗？一步不迈。但是问题，我老婆了解我，她说你这样，你把眼镜摘了，你看不见不就不怕了吗？我就把眼镜摘了。各位，我还有严重的散光，我一摘眼镜，玻璃栈道变仨了，3倍恐惧。我实在没办法，我就把着那个杆，我真的眼睛都不敢睁，浑身颤抖，一点点往前蹭着走。旁边人都惊了，我这盲人也怕玻璃栈道吗？不合理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畅玩套餐里还包含一个服务，免费拍照。因为景区就是认为我在这种情况下，脸上红温，浑身发抖，已经出汗出的不行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个念头：要是有人给我拍照就好了。我在那闭着眼，我就听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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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完了完了。我一下玻璃栈道有一个屋子，一抢我的照片，全是我驯服五官的全过程。我说这玩意儿太可怕，我就要走。走的时候，景区服务人员跟我说：“刘先生，这些精彩瞬间真说得出口啊！这些精彩瞬间，您只需要花25元就可以买回去。”我说你做梦！你给我25，我也不买。他说不买就一直挂着。我说买，大哥，商量。但是我也办过比较划算的卡。我办过最划算的一张卡，是我去一个主题乐园办了一张优速通，不打广告了，所以不告诉各位是哪个主题乐园。我去看米老鼠的时候，在里面，你知道优速通卡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排队。你去了主题乐园，你排过队都知道，那队伍都不是直线，那队伍叫 S 型，那都不是 S 型，那就是人类小肠图解。门外5个小肠，好不容易绕进去一看，还有5个小肠，一直在那儿绕。这种队伍里最尴尬的就是你迎面过来一个熟人，你们这一次碰面，接下来你们就会无数次的碰面，你们就一直绕，这哥们儿就一直在你前面，你转3圈就没话了。在那走着走，哎，老张，你也来这个主题乐园？我也来了，真巧，多少年没联系了，真是哎，常联系，回头见啊！一回头就见了。啊，老张，我坐飞机来的，是，飞机很累，吃饭啊，记得吃饭。然后一回头，咱们现在把饭吃了呢啊！我告诉各位一个方法，我自己研究出来了，在这种队伍里，如果你想要维护你们的友谊，你只需要还说一模一样的话，但你换个形式说就好了，保证你们的友谊长存。就是你用评书的方式说一模一样的话，友谊还在。你想想那感觉啊！一看到老张，哎，老张，你也来这主题乐园啊？我也是，哎。来的时候，那个飞机上啊，黑暗中忽然听得一阵脚步声，欲知来者何人，咱们下圈分解。一转过来是空姐，空姐轻声说道：“刘先生，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0点降落在首都机场。”谢谢各位，我是梁教授，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小罗啊。然后我也看了播出了，非常的羞耻，感觉在电视上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一点都不像喜剧之王。
我感觉我跟他们站在一起，感觉就是那个画面是喜剧之王和他们的朋友。其实我是这个组里面分数最低的一个，有一种名校里面吊车尾的感觉。我高中就是在一个名校里面吊车尾。高三的时候想要最快的提升成绩的方式就是把作文写好，因为那个分数真的很多。但是我的文风怎么说呢？就是梗很多。然后我们老师说你不要用那么多奇怪的修辞嘛，让我写一点内容深度严肃的东西。他推荐我去看一个叫许知远的人的书。看了，真的买了《中国纪事》、纳斯达克的一代，买了一堆。我背了很多许知远的金句。我上考场之前，我脑子里都是许知远的金句。我本人高考作文第一句话：这个时代病了。0分，因为大梗不能放在开头。我就是挺喜欢修辞，我就喜欢细枝末节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因为太注重内容而忽略细枝末节的重要性。我是一个福建人，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为什么福建人对于一个食物最高的尊重居然是不放盐。我妈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是：今天这个汤很好，我故意没放盐。我说你不应该是不小心没放盐吗？你的越贵的食材他们就越不放盐，比如说老鸡汤他们是不放盐的，但是普通的小鸡的汤他们就放盐。怎么鸡是越活越咸吗？还是老鸡会跟小鸡说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老鸡也很无奈说，一片真心换来了一个无盐的结局。我是属于那种山猪吃不了细糠的那种人，吃不来什么食物的原味，就喜欢调味料的味道啊。就这么说吧，13香小龙虾跟13香澳洲龙虾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就什么钱不钱的，喜欢的就是王守义这个人。我当时经常求我爸妈，我说我们放点盐吧，不放盐不好喝。他们就会说，哎，暴殄天物，放盐就暴殄天物。他跟我说这个汤很好，不放盐就很好喝。我说那放了盐不是应该更好喝吗？哎，这个道理是不是像如果有一个帅哥，他长得很帅，他剃平头穿白 T， 他就可以很帅。但是问题是，帅哥留了发型，再穿了西装，他只会更帅啊！你不会说一个帅哥穿西装是暴殄天物吧？你只会说哇天物我一个暴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跟你说这个汤不能放盐，因为这个汤很补。哇，这句话我真的从小听到大，7、8岁就开始叫我补，我都不知道7、8岁我要补什么。每次学习成绩不好就一碗猪脑放在那边。学习成绩不好应该补什么？应该补课啊，应该补什么？我不是不尊重这种食补的概念，但咱们就说吃啥补啥，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太简陋了啊？我们闽南地区有一个风俗，就是说吃那个猪脚面线是驱邪的。就是说家里如果有人坐牢的话，出狱之后要吃一碗猪脚面线，这个是在补什么？是说当时跑得不够快，所以我邻居家小孩就特别喜欢，就特别听大人说话，很爱喝汤，喝汤长大，真的特别补，没到30岁就痛风了。他现在追求是一个东西应该毫无营养，他身体负担太重了。我半夜问他，他问我要不要吃夜宵，我说吃啊，吃什么？他说吃垃圾。他连食品2个字都不加，吃垃圾。我们2个对话像2只流浪狗在对话，走，吃垃圾，走，吃垃圾。我觉得这个也有点极端了吧啊！追求毫无营养，我觉得商家也非常配合。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饮料或者零食的配料表？里面会写蛋白质0、糖0、卡路里0。你没有，你写它干嘛呢？配料表就是食品的简历嘛，对吧？你会在你简历里面写4级没过，小提琴不会。什么都不加，还居然很骄傲，你知道？我最不理解就无糖可乐，无糖可乐是什么东西啊？可乐叫肥宅快乐水，没有糖你还快乐什么啊？没有糖你就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甚至都不是真正的可乐。肥宅再也不能快乐了，肥宅只能安康，快乐啪没了。因为我觉得饮料、零食、汤这些都不是必需品，你是因为来享受快乐的。你享受快乐的时候，就不要老想着提升自己了。有没有那种朋友，就是你跟他一起看一个英文电影，看着看他突然说，要不咱把字幕关了吧？啊，我们来练英文。我真的我2分钟就睡着了。他问我说：“你记得电影讲什么吗？”我说：“我记得，电影开头有一只狮子在那边啊。”
我为什么要在休闲的时候练英语听力啊？对吧？好好的一句台词，阿甘说妈妈说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我满脑子都是 A， 阿甘的妈妈喜欢巧克力 ；B， 阿甘是一块巧克力；C， 巧克力的价格是9磅15便士。就像你听脱口秀，很多人都很希望脱口秀有教育意义，如果内容跟梗是一样重要的。你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毛之不存会冷啊。你不可能听了10分钟脱口秀完全不好笑，但是说但这段表演很有营养。我觉得脱口秀就应该好笑嘛。有人说你肯定是羡慕那些比你有内容的演员，线下专场卖票卖得比你好，说我肯定是吃醋了。我说哎是，但我喜欢吃醋，因为醋也是调味品。我就是为了这个醋包这个饺子。谢谢大家，我小文。大家好，我是付航。我不想当猴了，因为到哪儿都管我叫猴。前2天我在一个办事大厅，有一个大哥，他都离得我很远，好多人，他直接就，哈，我也不能不回应他，显得有点装，我就给。结果呢，他说来猴哥合影，咔，照张照片揣兜里，引起旁边老大爷的注意了。你说老大爷看热闹，他们没有任何的边界感，他们就这样，就这么搞。我也要合影，合张影，咔照一张揣兜里。你是6小龄童吧？我说我是姆巴佩，小红须。他说嗨，以为你是谁呢？哎，我说大爷，为什么您的嗓子这么棒啊？他说小伙子，因为啊，我有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老字号护嗓指定行。我植入完了，你可以继续讲段子了。我说好的，大爷。演出正式开始，朋友们。我不想当猴了，我想走一些高端的人设，我想高端起来，我要改一下我自己的格调，鼓足勇气去吃了一次法餐。我是中午去的，啊，我第一次去，手紧张都哆嗦。有一个服务员过来，大高个儿，西服笔挺啊，特别帅。小伙子，哎，先生，平常有什么爱吃的法式甜点，说一个送您一份。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法式小面包还是盼盼。但是我没说，我说你给我来一个米苏提拉。他说先生，您说的是提拉米苏？我说提拉米苏。我平常在外国待的时间有点长，喜欢用倒装语句。他说那先生，您可以用英文点餐。我说我在日本。他说瓦达西诺瓦里得脚步。我说得脚步。瓦达西诺还是英文点餐吧。他说好的先生，给你菜单。我拿过来，我没有说 Thank you sir， 我说的是 Thank you sir。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Sir 是美音儿。我说的是 sir 是英音儿，高端。啊，服务员也懂我意思哦，先生，您在英国有朋友？我说对，我家狗是柯基。完了，你点餐吧，别说话了。当时拿过来，我说英文点餐 easy， 只要语法不有大问题错误就可以了。我说哎呦 waiter，I want， 主语动词 want 不用加 ed， 因为是一般现在时。当时我说 I want， 服务员，我说 this over， 服务员，这什么过去？我一看吃住他了，我不光想点餐，我还想炫技，给他展示一下我高超的语法。我说哎呦 waiter wait I want more。I want， 我说付航，人生只有一次，你愿意当一辈子的懦夫，还是一瞬间的英雄？哪怕只有一瞬间，我选择了后者。我要冒一些风险给他展示我华丽的语法。我说，哎呦 ，waiter，I want not only this。
巴罗萨，big big light， 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在不经意之间展示了我对过去代词似海参一般的理解。他明显没听懂他表情，但是没关系。服务员，我说在的。sauce 就是 so many 在。当时服务员，哎呀，学不过来了，太多代词了，森森。我一看吃住他了，我太帅了，我说伊丽莎白给我点一根雪茄，啊不是雪茄。雪茄是什么东西？点一根雪茄。当时服务员说好，他就把酒单收走了。懂法餐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他分餐单跟酒单我不知道，我点的全都是一些我从来没喝过的鸡尾酒，每一杯都上面点着了着火，每一杯都着火。正常人是拿吸管插到底下喝，我不知道。我一把把酒杯抄起来，我看着上面那个火焰，我说这个火焰，它有没有可能不烫？啊，别笑我，那个也不烫，没用，就是装饰品，有什么用？哎，你这没用的，假的。当时我就拿着那杯酒，服务员在远处看着我说：“喝呀。”我说你们这帮上流人士，平常衣冠楚楚，晚上都来这儿喝火。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出身为寒，不知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你们不怕，我也不怕。当时 my face already totally on fire。我跟那儿就周呢。旁边那帮上流人士就觥筹交错聊融资 ，A B C D 轮聊着聊着，突然感觉眼角火光四溅。一转头，小黑人在角落自焚了。富航吞起火球了。那服务员拿起吸管，先生，就有吸管。当时我正跟那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我正干呢，他啪一拍我，回头看见吸管，我说 something wrong。服务员 ，What were you doing before？ 懂英文的都知道里边的门道有多深，这大是我对过去文字是海参一般的理解。服务员，就让吸管。当时我知道自己喝错了，但是没关系，朋友们，我能力挽狂澜，为什么？因为吸管的英文单词我背过。啊，我拿起来我说 Thank you for your straw。一吸管英文啊。当时我拿起吸管，我说 This time I will be a little bit gentle， 然后我开始拿吸管吸杯子上面的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熄火，我就拿嘴一嘬，我发现用吸管比不用还疼。我跟家正嘬，服务员跟旁边基本都开始哭坟了。他说别喝了，先生别喝了，你没事吧？别在这自焚。你没事吧？我说太上老君三昧真火，烧不死我。我不怕你们这些上流人士给我设计的小陷阱，我不怕。再见。到门口，我虽然在里边非常焦虑，非常的骄傲，完了之后给他这种感觉，我什么都不办，但是我出来真的哭了，太丢人了，太丢人！我连法餐都不会吃。我说那我就写一条段子来证明我是人吧，对吧？我没别的可干了，我就开始上网搜怎么区分人跟猴。我想天天给观众讲，网上只有7个字：能正确的使用火。我手机都吓掉了，我手机掉地下，最开始我这么捡，后来我就这么捡，后来我就这么捡，后来我就这么捡。
点懂进化论的都知道，刚才这段表演的门道有多深。朋友们，别被洗脑。如果高级动物必须高级，那我宁愿当猴。谢谢。